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真茶君普文。今天来解开一个普洱茶世界当中一个谜题。不管你是新茶友还是老茶友还是茶商，听完这个视频，对你们的认知将会更深一层次的加强。今天的主要话题很简单，我要来揭开普洱茶的茶香之谜。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到底是不是地域所造成这个普洱茶香的不同，还是什么原因每个地域做出来普洱茶香会有不同？为什么那些名山名寨它可以有那么香汤感那么厚，它是怎么造成的？其实很多茶商都会灌输你们一个思维，或者制茶人都会灌输你们一个思维，这就是地域造成的。今天我就要来给大家破除这一个思维，同时普文也给大家总结了四大因素影响这个普洱茶成品茶的一个香气。眼前有两类茶，这一波是普文今年新做的一颗丹珠，大家看一下色泽。第二个是普文做的一个西归冰茶，去年我给大家看一下饼型，大家看一下芽口都非常少，但是这个颜色我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也是很相近啊，只不过是这个存放了1年之后它的色泽更泛红一些，这个存放3个月之后依然会出这样的色泽。那是什么原因让这两款茶我可以香气差不多，口感差不多，但是它俩树种不同？接下来4个要点请大家仔细听好，或者以笔记的形式可以把它记录下来。第一个要告诉大家的，做普洱茶类的所有不同地域的所谓的树种，驯化类树种都是近亲树种，你去检测它的基因几乎相同，这是事实。第二个告诉大家的事实，做普洱茶的原料它的内含物质几乎相近，没有差别特别大。从而今天就展开给大家揭开普洱茶茶香之谜。第一个会影响香气的是树种，每一个树种的不同，它出来的香气略微有所不同，它的树种不同，内含物质它有不同。普文给大家举个例子，梅杖，它虽然不是大叶品种，但是你用同样的工艺跟普洱茶原料的工艺制作出来，它的香气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话说回来，做普洱茶的茶树品种乔木类大叶种它都是近亲。第二点就是采摘与时节的问题。一棵茶树采摘采一芽，它做出来的香型就不会有兰花香，采一芽一叶它可能略微会有一点，采一芽二叶它可能会更香一点，采一芽三叶它可能做得很香，这就是采摘的问题。那为什么有时节问题呢？因为同一片树它的生长环境，它的地域它略微不同的话，它的时间，采芽的时间，比如我们标准采芽是一芽三叶，那时间有不同。地域比如说澜沧江的两岸，这个牵涉到就是一个时节的问题。但是大家要相信，这个时节跟采摘的嫩度关联度更高。例如说冰岛茶老在它4月20号才可以采一芽三叶，跟凤庆4月1号就可以采一芽三叶，那哪个会更香呢？相对来说茶青原有的含水率相对偏低的情况下，做出来的茶更容易做香型，这就是牵涉到那个时节的降水量和温度，这是普文要跟大家表述清楚的，跟时节有关。第三点，其实做香的最重要的其中之一就是制作工艺。制作工艺代表了这个茶能不能做出什么样的香型。普文给大家做个现实的例子，眼前的这一波茶我可以做出3个不同的香型，可以在制作工艺这个环节完成。我可以做成花香型，我可以让它做成纯味的一个香型，还可以制作成
豆香型，那这些都是在制作工艺环节所能决定的。那制作环节的香型变化，我们可以根据哪几个点来完成呢？这是一个制作人才明白的道理，并非是没有制作过的那些茶商从理论上能总结出来的。普文就给大家讲2点，非常重要，请大家记下来。香型的变化主要是制作当中是哪2点影响的？第一个温度，第二个发酵程度。发酵程度我们可以在哪一个环节可以给它简单的做一下，就是摊凉这个环节，它略微的发酵程度产生，它自然往花香型走，这是杀青之前能够控制的一个香型方向。第二个点为什么是温度啊？在杀青的过程当中，温度的高低是跟你翻炒速度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茶条的温度的高低超过一定范围，比如说茶条温度到了80度以上，它就走向于豆香。前面甚至你做了青，或者略微的让它有一些发酵，它可能出豆花香。温度跟含水率之间的关系，含水率过高的情况下下锅，那个茶条温度它是上不去的，只能到60几度，它已经很高了。当你锅温一直还是那么高，茶青的含水率已经降到较低的情况下，那个茶青温度是一下子上升，所以它会出豆香。所以我们杀青控制温度它非常关键。另外还有个温度控制是在哪个环节它可以让这个香型发生变化，那就是杀青出锅之后的茶青的温度。我们正常工艺要迅速降温，如果是有闷，比如说70度，它闷在那里，那色泽什么都发生变化，然后茶青的香型它同样发生变化。茶青后面的去晒制之前揉茶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它也会对茶香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果揉茶破壁，茶青的破壁过重，细胞破壁过重，香型会降低，然后香型最终的完美的形成还是要靠天时晒的那个阶段。如果茶青能够在短时间内能迅速的降低含水率，那这个香型就是比较纯净的，结合在这个茶冲泡出来的茶汤当中与热汤当中存在。第4个影响茶叶的普洱茶香的是储存环节，这个环节就是跟你的平时的储存它非常有关系。因为茶氧化到一定的程度，含水率控制较好，它的茶香变化在后期的保存当中它就不一样了。这个储存环节当中，普文还要插入一个压饼蒸压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很多是以饼茶的方式来储存，散茶储存那已经可以直接讲到储存方式，但是饼茶储存还有一个蒸压的问题，还有一个烘干的问题。茶条去蒸压软化的时间长，它会影响茶香。烘干的时候如果采用烘房里面的温度过高，它也会影响茶香。烘完之后它会带有一些绿茶的味道，就是偏豆香的一个味道又会起来。所以温度发酵对茶香它是尤为重要。但是今天普文把普洱茶香之谜为什么有的茶是花香，有的茶是蜜香有的茶是什么什么花果香，我们不要去纠结什么地域是什么香，那是茶商给你们讲的废话。你可以直接通过普文的视频辩驳他们，因为他们不懂茶。普文以实际的经验和制作的要领跟大家分析出来这普洱茶香的几个影响它的主要要素，时不时的翻出来看一看，当你遇到一款茶的时候，是不是普文跟你讲的其中的一些要领。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普文一定给大家带来真实的制作，真实的茶品，真实的原产地。我们下一期节目